大家好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。根据美国消费市场调查显示，在这次疫情期间，因为肉类供应短缺，导致大家改变蛋白质摄取来源，以致豆腐销售量上升。美国自营豆腐厂统计，豆腐销售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8%， 不止美国厂要加班生产卖到缺货，甚至还要从韩国进口。豆腐销售量暴增了 78%， 豆腐营养价值高，常吃有好处。一、提供蛋白质。众所周知，蛋白质是我们身体不可或缺的一种营养物质，只有保证体内蛋白质充足，才更有利于为身体提供所需的能量，保证身体的活力。蛋白质有动物蛋白，吃了豆腐别吃蜂蜜，蜂蜜中含有很多的动植物酶，而豆腐中又有很多的有机酸，这两类物质混合在一起，容易在胃中发生沉淀，并且导致两者的吸收都不太好，影响两个物质的营养价值。如果进食过多，还可能引起胃痛，导致不良的后果。植物蛋白质分，而豆腐当中所含的蛋白质一般都是植物蛋白，这种蛋白质更容易被身体吸收。所以如果担心身体出现缺乏蛋白质的现象，可以考虑常吃点豆腐，这样能够保证体内蛋白质的充足，也可以减轻身心的负担。二、补充钙质。钙元素是我们身体中所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，也是组成骨骼的重要元素之一。如果身体严重缺乏钙质，那么就很有可能会损伤骨骼健康，甚至还会出现骨质疏松、骨密度下降的问题。特别是对于那些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的孩子，已经上了岁数的老人来说，更应该积极的为身体补钙。虽然补钙的方法有很多，如果想要保证体内钙质充足，建议大家吃点豆腐。因为豆腐在制作的时候会用到卤水，所以其中所含的钙元素是相对较为丰富的，因此不想出现身体缺钙的情况，建议大家经常把豆腐端上餐桌。三、防范心血管疾病。近几年患上心血管疾病的人群越来越多，绝大多数的心血管疾病一般都是比较可怕的，比如脑梗、心梗、三高等等。如果患上了心血管疾病，那么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正常的血液循环，导致身体各部位无法获得所需要的营养物质。而心血管疾病往往更青睐于中老年人，如果不想心血管疾病找上门，建议饮食方面可以多吃点豆腐，因为其中一些特殊的营养物质对于保养血管、养护心脏有帮助，同时还能够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四、降低乳腺癌风险。对于各种各样的乳腺病变，大家应该是不陌生的，比如乳腺增生、乳腺癌等等。如果患上了乳腺疾病，没有及时进行调理和改善，也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以及正常生活。除了女性之外，男性也有乳腺组织，因此乳腺疾病并不是女性的专利。所以想要防范乳腺疾病，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吃点豆腐。豆腐当中的营养物质相对丰富，适当摄入体内之后，能够减轻身心的负担，同时还可以为身体提供所需的营养物质，对于呵护保养乳腺有好处。五、帮助瘦身减肥。近几年来，由于饮食种类变得丰富多样，很多人平时吃东西不懂得节制，慢慢的就出现了身材发胖的现象。身材过胖如果没有及时进行调理和改善，很可能会影响各功能的运转，甚至还会加重身体的负担，增加患上慢性疾病的风险。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会积极的减肥，但是却发现效果没有预期的那么明显。如果想要减肥瘦身，拥有苗条的身材，可以考虑多吃点豆腐。豆腐中所含的营养物质非常丰富，热量却比较低，适当吃豆腐能够控制其他高热量食物的摄入，对于减肥瘦身有很大的帮助。平时豆腐加鸡蛋、鱼片一起煮，能提升蛋白质利用效率。虽然大豆的各种氨基酸很完整，吃豆腐制品可以吸收到优质蛋白质，不过蛋白质的利用效率最高的是蛋，第二名是鱼，第三名才是黄豆。
如果要让豆制品的蛋白质吸收率更好，那么和蛋或鱼片一起煮。豆腐也可以加海带、紫菜一起煮，能预防碘流失。此外，豆制品含有皂角带，会加速体内碘的排泄。这对于荤食者来说并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，但如果是素食者，长期大量食用豆腐，若又为食用加碘盐，可能会引起碘缺乏，导致大脖子等碘缺乏的症状。所以在煮豆腐汤的时候，不妨加一点海带、紫菜等来自海洋、含碘较高的食物，预防碘排泄过多。豆腐虽好，但是在烹饪和使用的时候和一些食物是相克的，所以一定要注意，要避开和这些相克的食物同时才行。一、豆腐勿与菠菜、芹菜等高草酸蔬菜同煮。以前大家都怕吃菠菜豆腐汤，容易引起结石。菠菜和豆腐一起煮不会引起结石，反倒是草酸会和豆腐中的钙结合形成草酸钙，影响钙吸收。豆腐本来是植物性钙质很好的来源，与草酸结合后，草酸钙反而不容易被人体吸收，降低钙的营养价值。所以豆腐不要和菠菜、芹菜、芥菜、韭菜、香葱等高草酸的蔬菜一起煮。竹笋里的草酸也很多，因此也是不能与豆腐一起吃。不过可以改变烹饪方式，比如将竹笋先用开水烫一下，就可以去除大部分的草酸，将影响降低。二、豆腐勿与高铁食物一起吃，因为钙和铁在人体的吸收管道是一样的接受体，如果豆腐和高铁的食物如猪肝等一起煮，就会影响豆腐钙的吸收，就浪费了这个营养。所以豆腐、豆皮最好和高铁食物分开煮，分开吃比较好。三、吃了豆腐别吃蜂蜜，蜂蜜中含有很多的动植物酶，而豆腐中又含有很多的有机酸，这两类物质混合在一起，容易在胃中发生沉淀，并且导致两者的吸收都不太好，影响两个物质的营养价值。如果进食过多，还可能会引起胃痛，导致不良的后果。四、嘌呤含量高的食物，豆腐不能和嘌呤含量高的食物一起吃。豆腐本身的嘌呤含量比较高，如果和其他嘌呤含量高的食物一起吃，容易导致血尿酸水平升高，增加患痛风、关节炎等疾病的风险。五、豆腐勿与羊肉同吃，易发生黄疸和脚气病，也就是维生素 B1 缺乏症。因为豆腐是由大豆制成的，性味甘微寒，羊肉是大热动火的食物，与豆腐的功能恰好相反，两者长期同吃会影响身体健康，所以豆腐不能和以上5种食物同时食用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，以免出现一些副作用。另外，豆腐虽好，大家也不能一次性吃得太多，以免出现消化不良等情况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养生视频，拜拜。